剪子包袱吹。哇，苗苗好厉害呀！苗苗又赢了。啊，你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出院了。咱的苦日子啊，终于熬过头了。老毛豆，你闺女真孝顺。老东西，你嫌我不孝顺啊？受罪是借口。咱小时候，父母也是一把屎一把尿，是怎么等他们老了，受罪就成借口？我闺女以前也孝顺，怪只怪我得了这残忍的病。俗话说得好，久病床前无孝子啊。表姐，你出来一下。哦，好。照顾好姥爷。大姑、二姑、三叔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二妞让我们来的。啊，姐，大舅的情况没你想的那么乐观。骨癌晚期。小雅，你不是说都控制住了吗？考虑到大舅的年纪比较大，手术风险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决定保守治疗。保守治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回家休息。那不就是等死吗？这怎么能说不治就不治了呢？那是你大舅啊，你就在上心嘛。我上心了，我这也是为了表姐着想。这种病，它不仅治好的希望非常小，治疗过程也特别磨人。保守治疗是最好的选择。最好的选择就是让人回家等死了。你别听他的，那是你爸，再难也得治。行了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这些人跟你爸一样，都是治疗到最后全家鸡飞狗跳，结果呢？你看看，有几个治好的？小雅，小雅，你看这个治好了。哎呀，表姐，我是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，我在跟你说这些。大舅他已经是晚期了，手术成功的概率不到1/1000。我知道你孝顺，谁都不想失去爸爸，但是孝顺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为了这一点希望，有多少家庭被病人拖垮了啊？大舅他跟我说过，他最怕的就是拖累你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说这些招人厌的话。怎么选择看你自己。不行，再苦再难，我也要救我爸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我也要赌一把。既然你考虑好了，手术费除去报销，
还有10万。真的是我来想办法。小雅，一定要尽全力。我会的，但是手术只在延缓病情。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就去缴费吧。我去准备手术，你记住，你一定得快。你拖延的时间越长，手术成功的概率就越小。孩子，这叔也没想到你爸会摊上这种病，我这样1000块钱，你别嫌少。我想说，你赚钱太不容易了，我不能要。来，收下吧。你一个服装厂的会计，当初为了孩子的抚养权，还是净身出户，哪有什么钱？孩子，大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大姑知道你难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咱们一起扛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！孩子，是。哎呀，起来，快！这是个什么？快起来！大姑，我爸他骨癌晚期的事儿，你们一定要帮我瞒住他，不然他那个脾气，我怕我不说。我去缴费。大姑，你能替我送苗苗上学吗？没问题，一定要挺住了啊！去吧。哎呀，快起！大夫，缴费。卡里面的钱不够了，这儿还有，我算过，应该刚好够了的。你这一点也不够啊！哦，预付金是够了，但是手术已经在安排了，你需要把钱全部补齐。大夫，你能不能先帮我安排手术啊？我那边筹够了钱，我马上给你送过来。那不行，要筹啊，你现在就得筹。你先帮我排个手术嘛，你起开！喂，老同学，我爸这边着急用钱手术，你能不能先借我1万块钱啊？厂长，我是孟晚秋，我爸这边着急用钱手术，我能不能先预支3个月的工资？你说什么？我这是服装厂，又不是慈善会，没钱你自己去借。能借的我都借遍了，厂长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那就别试了。哎，你还有没有钱交啊？我要下班了。有，我再找找，肯定还有，肯定有。我肯定还有。苗苗的平安锁，苗苗，老爷给你请的平安锁呢？对不起，妈妈，被苗苗弄丢了。
妹妹，对不起，妈妈真的是没办法。老板。哦，来，这是小孩的平安锁吧？我女儿的。啊，你女儿的平安锁你都卖，姑娘，这个事儿它不吉利，你好好才行。老板，不行，我爸查出了癌症晚期，着急用钱做手术，我所有的积蓄全都掏空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收了吧，好不好？那你爸这个手术费还差多少钱呢1万。那行吧，1万块钱我收了，就当是暂时存放在我这儿，不算卖。等你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，你再原价把它赎回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您真是好人，谢谢你啊，老板，谢谢你。那个静文啊，拿1万块钱给他。谢谢你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来，谢谢，没事儿。太好了，我把他病有救了。接个电话。喂，王老师。什么？苗苗在学校打人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。慢走啊！这癌症晚期就活不了多久，现在投入的越多，以后就会越崩溃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是在害他。王老师，怎么回事？我没听说要买礼服。歌唱比赛说好了要统一穿礼服，就美儿不穿，害得我们没拿到1等奖。我说他几句，他就打我。哎呦，衣服很贵，老爷看病要花钱，妈妈已经很辛苦了，苗苗不想乱花钱。你家里没钱就早点说，省里举办的比赛，校领导那么重视，又没说非要你家孩子参加。老师，我这样，我替苗苗给您和泡泡一起道个歉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就要妹妹给我道歉。苗苗打人是她的错，如果自己不认识错误，就要按校规处置，记大过。别呀，老师，那苗苗，你给同学道个歉。我不，他说等着妈妈教出来的孩子是怪胎，还找妈妈省下来的钱要给老爷买寿衣。老师，这你……苗苗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动手打人就是不对，跟同学道歉。我就不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苗苗在班里就是个怪人，每天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小组活动也不参加，一胡说。你看看你家孩子啊，到底还有没有人管了？张苗苗，快道歉！我就不，他骂妈妈和姥爷，我就不道歉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天天在医院里面照顾姥爷，我已经够累的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少操点心？来吧。下班了吗？爸想吃你做的肉饼了。爸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待会儿忙完给你送回去，给你买了送回去啊。爸就像是你亲手做的，来的不也一样吗？再说了，等你以后病好了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，好吗？爸这病治不好了，也不想吃了，病了了就还想吃上一口，也算是了了这桩心事。这怎么就不想吃了？我这不在给你想办法呢吗？我这才想办法，你，哎呦，爸，你能不能别跟小孩一样，你天天这么任性啊？啊！
都说了别治了，爸不想拖累你。你现在就是在拖累我！道歉！你这个孩子，阿姨让我怎么办？你这个孩子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来跟同学道歉，跟同学道歉，我让你道歉，道歉，我让你道歉啊！这一个个都这么不听话，你们是要逼死我呀？啊！妈妈别哭，苗苗错了，苗苗道歉。爸爸对不起。你离开合唱团，我就原谅你。妈妈没有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苗苗，对不起。妈妈，真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刚刚不是说不给老爷做肉饼吗？傻孩子，妈妈呀，理解老爷，他是怕自己生病连累我。妈妈以后如果也生了很严重的病，你就别管我了。妈妈就算死，也不想你受这种罪。妈妈。苗苗，妈妈要去医院给老爷送肉饼了，你一个人在家怕不怕？苗苗不怕，妈妈快去吧，老爷都饿了。盖好被子，那你先睡，妈妈很快就回来了。苗苗不怕，苗苗不怕。又尿！爸真的忍不住，我真是受够了。你说的没错呀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治又治不好，死也死不掉，死撑着，两头受罪啊！爸再不拖累你了。王哥，一路走好，下辈子咱们有缘的话，换个地方去。爸，你干什么？马上就要手术了，你不活了！不治了，爸不想拖累你了。不治了？我替你看病花了多少钱？你说不治就不治了，你考虑过我的处境吗？
人生自古谁无死啊！都得过这一关，别活够了，活够了！你真……妈，你想吃肉饼啊？我回家包了，把苗苗一个人锁在家里面，我给你送过来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苗苗才那么点儿大，你把她一个人锁家里，万一出点什么事你怎么办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不都是为了要照顾你吗？那你放过我呀，让我去死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爸，这些年我为了照顾你付出了多少，你都看在眼里。爸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？倩儿，刚才老王跳了过来。他忍不住尿床，他女儿就不管他了，所以，雪儿，抱吧，最后我们也会拖到那一步，雪儿。不会的。不会的吧？躺好啊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表姐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马上回来。好消息，大舅有救了！真的？国外有个专家要来我院做一台教学手术，原定的病人没凑够手术费，我求领导把机会让给你了。他是不是能救我爸？他主导的手术成功概率非常的大。手术费不便宜，只有5万块钱，你先拿着用，剩下的你再想想办法。能借的我都借遍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机会就这一次，你凑不就没有了？你要是真想放弃的话，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你一定要帮我把专家约上。钱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好。我怎么把孩子给逼成这样？苗苗，我是爸爸呀！苗苗，把门给爸爸打开！苗苗，苗苗，我不要跟妈妈走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苗苗，苗苗，孟晚舟，把门给老子打开！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把苗苗带走！孟晚舟，爸爸，你快回来啊！孟晚舟，把门打开！孟晚舟，苗苗，张辉，苗苗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，妈妈，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要不要在学校跟同学打架？老师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。你就是这么教育女儿的是吗？那都是误会，现在已经都解决了。你别跟我废话！我今天来就是来要回抚养权的。我女儿不能让你给毁了。不可能！陈辉，你都已经再婚了，我告诉你，我
绝对不可能让苗苗去受后妈的委屈。委屈？苗苗每天在学校被人说是小乞丐，就不委屈吗？还有你那点工资，给你那个病鬼老爸交医药费都不够，你怎么照顾好我女儿？把钥匙给我！你干什么？钥匙给我！孟晚秋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，你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你就守着你那个病鬼老爸，别拖累我女儿。苗苗，苗苗，爸爸来了啊！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，爸爸来了！苗苗，爸爸，我不跟你走，你有阿姨，你有弟弟，妈妈只有我。苗苗，听爸爸说，有些事你不懂，来，把门打开。苗苗，苗苗，快听话，把门打开！苗苗，爸爸来带你走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都不会让你带走我的女儿。孟晚秋，你给我让开！你给我让开！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。你在不走？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好，孟晚秋，我倒要看看守着你那个病鬼老爸你能撑多久！苗苗，给妈妈开门。苗苗不怕，苗苗，老爷的病有希望啊！只要妈妈筹到钱，这样的日子迟早会过去的，好不好？孟女士，我们银行规定，超过20年的老房子不能做抵押物了。求求你了，我只贷3万，而且是急用。真不行，你不只是老房子的问题，现在我们银行的系统已经判定你不具备还款能力了。为什么？我有稳定的工作，而且你就一个单亲妈妈，一个月就3、4千的工资，你爸还常年住院，全靠你一个人担着，现在连这医药费都凑不齐了，更别说以后按期还款了。不会的，你只要贷给我钱，我爸的病就能好。你别走啊！你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钱贷给我吧，我就算卖血卖肾也会还的。哎呦，姑娘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姑娘啊，你求他们也没用，银行这帮人啊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就差这3万块钱了。这3万块，那有办法呀！那边实验室招试药员，给5万块呢。5万啊！你可别瞎出主意啊！就是嘛，这试药的风险多大？那就是当小白鼠。咱村小刘那么年轻，这试完药得肝硬化了。但是机会就这一次，你错过就没有了。你要是真想放弃的话，不行，我需要钱。姑娘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这试药太危险了，没得选。孟晚秋，我需要用你的干细胞当靶向药，所以要先抽骨髓，这个过程会有很小的概率导致瘫痪，所以我有必要提前告知你。请问你能接受吗？我能接受。
会疼，忍着点儿。好了，接下来要给你插管，从你的体内抽取分泌液，这个过程更难扛。翻个身吧。好，我没事，我只是身体有点吓软了。帮我翻个身吧。怕是正常的，你能愿意走到这一步，已经非常勇敢了。帮他翻个身。你要实在扛不住了，就拍拍我，我会随时终止的。坚持住，插管没法打麻药，只能靠你自己硬扛了。教授，这样不行啊！我们是吃药，不是草菅人命。他低血糖，免疫力低下，伤风感冒都要休息1个月才好，还是终止吧，教授。这，爸还等着签手术，我不能放弃。大舅，你明天要做手术，你乖乖待在病房，我给你打点抗生素，好吧？来，手术费不是很贵吗？秋儿他哪来的钱？钱的事您就别管了，我先给你打针啊。我说了我不治了。大舅，晚秋为了给你治病，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秋儿他怎么了？他为了凑钱给新药做人体实验，他拿命才换来了这个机会。您就好好治病，别让他的孝心白费了，行不行啊？谢谢大夫。总算筹齐钱了。可以了。谢谢。等手术做完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喂，领导。孟晚秋，你一天到晚请假，这个班还上不加上了？领导，我爸手术，你少拿你爸当借口，明天再不来，永远别再来了。我现在就来。
死了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孟晚秋，这发工资这么重要的事儿，被你个会计耽误这么多天，今天必须给我处理完。成天请假也不能瞎忙什么呢？你愣着干什么呢？这么多人等着呢，还不赶紧工作？领导，我爸他今天手术，我能不能再请一天假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爸，你爸的病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全场这么多人等着领工资，就你的事儿急是吧？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。领导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哎，我说你爸的病耽误你，那是你活该。但是今天这个钱，我们大家必须得领，是不是？是。孟晚秋，没人拦着你做孝女，今天这事必须得做完，做不完你赶走就别回来。领导，我真的。对不起，小雅。不好了，表姐，你爸不见了。什么？手术还有半小时就开始了，你赶紧找人吧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来。领导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我爸他今天手术，他现在找不到人了。我懒得听你这件破事儿，能干干，不能干滚。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我知道我真的对不起大家，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努力，就是为了今天我爸能手术，所以我必须得找到我爸。对不起。哎，护士，我听说你们传染科要雇人清洗尸体啊？是我要雇。我爸因艾滋病过世了，医生说接触的话会有被感染的风险，所以我想雇个人帮他清洗一下身体，然后把寿衣给换上。给2万。没错，这是1万。事过之后我会再给你1万。不过有件事我先提前说明一下，如果不小心被感染的话，这件事儿我不负责。我本来就不打算活了，临了还能用这把老骨头替女儿挣点钱，那都是老天的恩赐，谢谢了啊。小雅怎么样？找着我爸了吗？没有。他骨癌晚期，他就算躺在床上，骨头也像针扎一样疼。他肯定走不远，我得去找他。没用了，专家等了1个小时，走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娟儿，你怎么了？优秀，癌细胞抑制率高达80%。是孟女士，她父亲就是骨癌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。爸，你去哪儿啊？在床上躺太久了，起来吐口气，遛个弯儿。遛弯？
不是说好今天专家手术吗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去遛弯儿？多厉害的专家呀！我都成这样了，治不好的，你就别折腾我了。现在是你在折腾我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凑够钱做手术，你告诉我你去遛弯？小海，你得相信我知道，80块死的人，别浪费钱了，你好苗苗，好好生活，爸才能走得安心。死！你张嘴闭嘴就是死！你走了一了百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你看看我，你让我怎么办？爸有想的，爸之前去遛弯的时候啊，路过感染哥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就因为你去遛弯儿，把我所有的希望都遛没了。秋儿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不是生气，我是被逼疯了。哎，爸，我为了给你筹钱做手术，我当不了称职的妈妈，我让同事戳中我的肩骨吧，我去给新药做人体试验，我把我这条命都搭上了，给你换来的手术机会，你不珍惜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这样你让我怎么孝啊？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这辈子才遇见你这种父亲。站住！哥。哎呀，二妞啊，你大舅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的情况非常糟糕，癌细胞完全扩散，全靠氧气管撑着，管一拔，人就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晚秋啊，你爸是病人，他床上躺久了，想出去遛个弯很正常。你这做女儿的怎么就不理解呢？你怎么还跟他吵上了呢？你都照顾他这么久了，你爸是个倔脾气，你得顺着他。你之前都挺乖的，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我还要多体谅，还要多懂事儿。我拼了这条命给他换来的机会，是他自己不珍惜，他去遛个弯把机会给浪费了。哥，不好了，内脏大出血！抢救我，赶紧！这种情况，医生不建议抢救，病人也是活受罪。哥，我是金玲，不行啊，晚秋啊，你可别犯糊涂呀！这么多年你都挺过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放弃呀！这还有心跳呢，你再抢救一下呀！救有什么用？是他自己不想活，那就随他心意啊！哎呀，哥，别！老姐，氧气管拔了之后，大舅就解脱了，你好好奉他一程吧。走。
你别怪我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要不是你刘妈把机会给浪费了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救你啊！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不是我不想孝，是我真的被你逼得走投无路。有多少苦乐，就有多少种活法。有多少朵花，太阳都会升起落下。平凡的我们，一生雨雪风霜不问去哪。随四季枯荣，依然迎风歌唱。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她把儿时慢慢讲。平凡的我们，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。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祝你踏过千重浪。大爷，钱给您送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拔了大爷的氧气管？没关系，这是我爸。你就是他女儿。你爸还没咽气儿呢，你就拔他氧气管，你丧不丧良心呐？你知道什么？是他自己不想活了，我是被他逼的。他是不想拖累你。爸拿命换来的钱，这钱给你，还他妈不如喂狗！我什么意思？你爸为了你去给传染病尸体去收尸，我爸那个传染病，连我这个亲生儿子都怕被感染，我到处顾人都顾不到，可你爸听到消息主动跑来收尸，就是为了他死之后能让你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今天中午，你爸说自己的病没得治了，活着的时候唯一的念想就是给你多留点钱。在床上躺太久了，起来吐口血，留个碗。看到你爸为了你这么可怜，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吗？老人家活着的时候，处处为子女着想。我这个当儿子的，当初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都该给他治下去呀！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。你打我吧，爸，我不想没有爸爸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爸。你打我吧，爸，我不想没有爸爸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爸。爸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我呀！爸爸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！你爸还有救，果然要有效，有救。他
爸，一定要救活我爸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救活我！放心，我药有效。我差点杀了我爸，我真该死！不打自己啊！都是爸的错，爸让你遭罪了。爸，你醒了，你的病现在也都治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是啊，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，但是什么时候能好，目前还不知道。以后这针每天都要打一针啊，不能中断，否则病情急剧恶化，后果就不好说了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每天都要打，那真能报销吗？新药阶段不能报销，一针要1000块钱。1000块钱太贵了，打不起。爸，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你的病有药能治了。再说了，咱之前筹的手术费够打一阵子了。你没听大夫说吗？什么时候能治好都不知道，那就是个无底洞，花多少钱就是浪费多少钱。医院只是在骗钱呢。哎呀，爸，这哪是骗钱啊，这都是正规医院。你只要按时打针，这病迟早都会好的，是不是啊，大夫？你看，还是不能打，太贵了，咱们家负担不起。爸，钱的事儿我想办法，我有工作，我负担得起。接个电话啊。喂，领导。孟晚秋，我已经把你擅自离岗的事儿汇报给厂长了，你被开除了。领导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赶紧回来办离职手续。领导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你的领导解释。不行，别，不行，使不得。爸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有手有脚，去哪儿都能工作。啊，躺下。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啊，在医院好好打针，1天1针，不许落。这是卡，卡里有钱，需要就取出来用，1天1针，一言为定。那我走了。大夫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大夫，这药我还是不能用，太贵了，求你帮我瞒着我女儿。哎，怎么走都不长眼啊！孟晚秋，江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是正儿八经的受伤，我请假有理有据的。老婆，这是你同事？是啊，他叫孟晚秋，他是我们厂子出了名的精明，这些年啊，靠着他爸的病，不知道请了多少回假。这是骨科，伤筋动骨也就100天吧，怎么治了好多年？所以说他精明啊，赖着这不走，就有机会带薪休假，医院也没办法撵他，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爸他生了很严重的病，真的只能住院治疗。哼，
很严重的病，病得重他能住骨科吗？你拉倒吧！我看你就是不想上班，还想领钱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为，我们全场上下没有一个人会瞧得起你的。下午领导已经开会决定要把你给开了，我们可是齐刷刷的举双手赞成，一致同意把你这个蛀虫给开了的。我之前请假，那是真的没办法了。但是我爸现在病马上就好了，他后面只要坚持打针，一天一针，小林，我以后不用再请假了。跟我解释没有用，有本事跟领导解释去。跟领导解释也没用，领导已经决定把他给开了。住个骨科跟得了什么大病一样，我一会儿就去给他爸拍几张照片，让全场的人都看清他的嘴脸，省得他再拿生病卖惨。啊！你真的不能告诉我女儿啊！我都骨癌晚期了，还治个屁呀！骨癌晚期？你女儿她很孝顺的，她是不会放弃你的呀。所以我才求您替我瞒着呀。以后啊，您就替我打一针盐水，糊弄过去就行。这钱我必须得替他留着，绝对不行！放弃治疗，你随时都可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继续治下去，拖个3年5载了，有什么意义？您告诉我有什么意义？还不是在拖累我这个苦命的闺女？我求求您，您就替我瞒着吧！啊！你要是铁了心的放弃治疗的话，那我必须告诉你家属了。你要告诉他，你就是在害他！不能这样！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毁了一个家，你明白吗？你明白？哎呀，别这样！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你是……我没想到梦姐竟然是这种处境，是我们大家误会她了。唉，老人这个病啊，难受了自己，也苦了孩子，2套煎熬啊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厂子，不然梦姐真的被开除了。领导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爸刚刚不见了，我真的是去找他去了。还不见了？我现在都怀疑你爸到底有没有住院。赶紧签了字儿走人。领导，我爸真的是住院去了，不过他现在有药能治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请假了。领导，我现在要是丢了工作的话，我爸肯定又要闹着不治了。你爸，那翻来覆去拿你爸卖惨，厂子是慈善机构吗？那随便编个理由就能骗钱吗？领导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请医院帮我开个证明。我不需要，我一点都不关心你那些破事儿。你现在要不赶紧把字儿签了，厂子就会做法律途径打官司，到时候麻烦的还是你自己。领导，我不能。别废话，签。领导，别开除梦姐，我能证明她说的全部都是真的。哎呀，梦姐，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我没想到你之前过得那么难，我得跟你道歉。没事儿，领导，江林他可以替我证明的。没用，就算你去的是医院，可是你旷工照样得被厂子开除。
这是厂子里的规章制度。领导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之前你生病住院的时候，本来厂长是想提拔梦洁取代你来着，是梦洁一直坚定的相信你，说你也不容易。现在他就是你之前的时候，你也体谅他呀。什么？这原来是这样。谢谢你，晚秋。但是这，哎呀，我体谅没用啊。那厂长能不能体谅？其他工人能不能体谅？谁不能体谅？谁不能体谅？凤姐她爸得的是骨癌晚期，现在她丈夫也跟她离了婚了，一个单亲妈妈拉扯着孩子多不容易啊！骨癌晚期，骨癌晚期，那怎么得了这种病啊？领导，我现在要是没了工作，我爸肯定又要闹着不治了。您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好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会去和厂长反映你的情况，说什么也不能辞退你。太好了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不，是我应该谢谢你。没有，晚秋，你是好人。当初要不是你替我说话呀，我怎么会有今天？但是，越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家里边生病啊，越是受罪。你爸生病也好几年了吧？这心狠点的人呐，怕是早就该放弃了。没事的，领导，我爸现在他那病有药能治了，只要每天都能坚持打针，这病迟早会好的。好，那你多陪陪你爸。这人一旦生病啊，心思就简单，生怕呀拖累家人，容易想不开。好，领导，我现在就回去。谢谢领导，谢谢。这把我妈的仪器给捐了，临了了让他不答应躺在那儿被人解剖，那还不是因为咱家穷啊！你妈想替你减轻负担，她自己来的。她说捐了会有补贴的。你放屁！连个全尸都留不下，你告诉我哪个老人愿意？哪个老人愿意？还有脸哭！大夫，哎，捐献器官能补贴多少钱？老人家，我想您应该是搞错了。这法律规定呀，遗体捐献必须是无偿且自愿的，是没有补贴的。那他们家？他们家老人是参与了骨癌晚期的专项研究，那是外部药企资助的项目。我也参加。我死了以后，我的遗体你们随便拿刀切解剖都行。这我就必须要跟您说明了，这一旦参与了专项研究，不仅遗体要被解剖，而且这骨骼也要被做成标本保存下来。您要是能接受的话，在这儿签字就可以了。骨骼做成标本，那就是骨灰都没了。是啊，所以您得考虑清楚，这药企也就补贴个3万块钱的殡葬费。像您这个年纪的人，最在意的不就是入土为安吗？入土为安，女儿过不上安生日子，我怎么入土为安？3万就3万，没多少日子了，拖累了女儿那么久，最后连个孤魂野鬼的也是报应。这人有点对不住老伴儿啊！说好了葬在一起，爸，你这又去哪儿了？我一下班过来又没看见您。
我去打针了。不对吧？你这打了特效针，脸色还这么差？可能还没起效吧。不对，胳膊给我，我看看针眼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你还骗我？你根本就没去打针，你胳膊上都没有针眼儿。爸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我给你三叔打电话去了，我这病不是有治了吗？我得给你妈报个平安，让你三叔明天过来接我，去给你妈上坟。爸，你想妈了？没事，爸，等你以后好了，我陪你一块儿去看妈。最近啊，变天，您就别到处乱跑，万一着凉可就麻烦了。等我好了。怎么了，爸？那咱们俩可说好了啊，我现在就去打针，争取尽快好起来。哟，天都黑了呀，赶紧去打饭吧，一会儿食堂关门了。好，千万记得打针。一言为定。回来我检查啊。球儿啊，对不住了，爸不能再拖累你了。表姐，小雅，你去打饭呢？啊，吃了。哦，食堂关门了，我顺路去超市买了点儿。这样，我吃桶泡面就行了，剩下你拿着。不行，小雅，为了我爸的事儿，你已经尽心尽力了，我还没谢谢你呢，怎么还能再说？谢什么？那是我大舅，我上心是应该的，拿着。我今天下午专门去看了骨癌药的临床案例，数据非常乐观。等药起了效之后，用不了多久，癌细胞就能控制住，到时候大舅就能出院了。太好了，小雅，等我爸出院了，我一定在家烧一桌好菜，好好谢谢你。好。哎，你怎么来办公室了？哎呀，坏了，嘴唇都紫了。你这是病情恶化了，需要立即打针。大夫，特效药太贵了，您给我打一针盐水就行。我就要个针骨。这怎么行啊？你这病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呐，我需要对你负责。您不用怕担责，是我主动放弃治疗的，就算是死了也跟您没关系。胡话！我不是怕担责任，你这病情再不用药，恐怕连下床都费劲儿啊。等到你内脏出血的那天，恐怕离死就不远了呀。那倒更好，都是我自愿的。你要执意这样，那我立即就给你女儿打电话。你要是告诉我女儿，我现在就跳楼！哎呀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激动，你这样撑死顶多活3天呐。3天，够了。大夫，这事儿您就别管了，只要不联系我女儿就行，我自己去外面打针。你。真乖。
真乖，真乖。只要能骗过晚秋就行。爸，爸，你干嘛呢？吓我一跳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刚才碰见小雅了，她说食堂关门了，给了咱点吃的。爸，你这脸色怎么还这么差？没去打针吗？打了，你看这不针孔吗？打了针怎么脸色还这么差？脸色差就对了呀，你没听大夫说呀？特效药能杀死我体内的有害细胞，但是对正常细胞它也有影响，所以脸色差。药起效这么快？那当然，打完针之后啊，我腿脚都利索了。你看啊，走路啊腿一点都不疼。太好了，爸。小雅说啊，这个特效针只要起效，你很快就能好，咱很快就能出院了。再过3天，3天之后就再也不用担心爸了，爸可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了。哎，爸，我工作保住了，我领导说了要帮帮咱家呢。是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之后也不早了，回去陪苗苗，把自己一个人吃饭就行啊。那你照顾好自己啊。我回去给你把屋子收拾出来，这样啊，你出院就可以住了。那我走了。秋儿，爸回不去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喂，哥，确定要把自己坟地卖了吗？卖。明天早上你来接我。老爷呀，现在恢复的可好了，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院了。咱得赶紧先把老爷的房间打扫干净。苗苗擦得很仔细，等老爷回来一定夸我的。是吗？那老爷回来肯定先擦擦柜子顶。你个小个子，你够不够得到上面的灰啊？妈妈小瞧人，我都擦干净了。等老爷回来，我要告诉他我长高了，柜子顶我都能擦到。给你厉害的。外面天真好，
我呀，去给老爷晒个被子，顺路买个东西回来。回来要是发现你擦得很干净，妈妈就奖励你一个小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猜？给你一个提示，是你以前弄丢的东西。画笔还是巧克力？都不对。那苗苗猜不到，那你就干活吧。我得把这张相册擦一擦，老爷最喜欢这张合照了。哥，这是王老板，他愿意出钱买你的坟地。这是王老板，他愿意出钱买你的坟地。我听说你是癌症晚期，卖坟不是为了自己花，而是要留给女儿。是啊，得病这么多年，女儿为了照顾我，掏空了积蓄，临了了，我得替她考虑考虑啊。父女情深呀，我愿意加到5万。哎呀，谢谢你，有了这5万块钱，我女儿可以踏踏实实的过上几年了。我死了也就瞑目了。这旁边葬的是您的亡妻吧？是，我们约好了，葬在一块儿的。那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这坟卖了，可就再也买不回来了。为了闺女，老伴会理解我的。大哥，我最后再劝你一句，咱们这个年代过来的人，这最在乎的就是落叶归根。那我没办法了，我没办法了。换一个快死的人。我现在心里就一个念头，我走了，闺女怎么办？但是晚秋，他也不想看着你卖坟吧？可是我是他爹，我得替他考虑啊。这坟必须卖。那你既然确定要卖了，那就签个字吧。那你既然确定要卖了，那就签个字吧。王老板，我能不能最后再给王妻上一下坟？可以。媳妇儿啊，对不住了，不能跟你葬一块儿了。这是你最喜欢的花，咱们约好了嘛，每年夏天都来给你送花的。但是啊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在下面啊，
别等我了啊！因为我把自己的遗体捐了，以后我就是个孤魂野鬼了。但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找你的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老板，我来赎平安锁了。你来赎平安锁呀？那你爸？我就说这癌症晚期没得治。哎呀，没有，你们误会了。我爸的骨癌药啊，特别有效，现在马上就要好了，都快好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赶紧给人道歉。哎呀，没有，没事。人家姑娘那么孝顺，老天爷怎么舍得让她的努力白费呢？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真没事。我爸呀，马上就要出院了。要是让他知道我把他外孙女儿的平安锁给当了，老爷子肯定要找我麻烦了。哎，是，你上了年纪的老人啊，他就是容易有点迷信。你像这种事儿，那比要了他的命都难受。快收好，收好。都给你装好了。谢谢。我勒个娘！啊！这是2万，还有5万，老三一会儿给我送过来。有这7万块钱呢，就可以踏实过上一阵子喽。我不是怕担责任，你这病情再不用药，恐怕连下床都费劲儿啊！等到你内脏出血的那天，恐怕离死就不远了呀！对呀，猜的还挺准。大夫说了，我断药最多能活3天。秋儿啊，到时候就再也不会拖累你了。苗苗，妈妈，我把角角落落都擦干净了，姥爷肯定住得舒舒服服的。是吗？那我来检查一下啊。这怎么有灰啊？哪里？让我看看。骗你的，苗苗擦得很干净，所以妈妈要奖励你一个小礼物。是姥爷过生日的蛋糕吗？哎，你个小馋猫！妈妈买蛋糕啦，不是蛋糕。那苗苗猜不到。天子，苗苗，对不起啊，之前姥爷做手术急着用钱，妈妈就把你的平安锁给卖了。苗苗知道姥爷治病需要钱，平安锁是苗苗放到妈妈包里的。苗苗真乖，真懂事。姥爷的病马上就快好了，这样的日子啊，再也不用过了。以后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那咱们快去给姥爷过生日吧。哎，你个小馋猫，我看你就是想吃蛋糕了。走吧。
妈妈，前面就是老爷的病房了，咱们要不要给老爷个惊喜？咱就骗你姥爷，说咱俩今天有事儿，不能来给他过生日了。去坐。跳。爸，我跟苗苗今天有点事儿，不能去给你过生日啦。哎呦，你忙你的，爸这么大岁数了，过什么生日？不过。那我们不去，你千万记得打针啊！医生说了，你那个针啊，断掉1天，病情就会急剧恶化。哎，放心吧，天天打着呢。那你胳膊露出来，我们看看针眼。哎呀，你烦不烦？哎呦，刚好大夫要来给我打针了。大夫，您慢点啊，我这特别怕疼。你快吓唬吓唬你姥爷，这么大的人了还怕打针呢？老爷羞羞，苗苗都不怕打针。一会儿扎针得出血，苗苗就别看了啊。大夫，您来吧。好疼啊！大夫，您可轻点儿，太疼了，疼啊！好疼，好疼，好疼啊！看看刚打的针眼还冒着血呢。谢谢大夫啊！哎呀，你骗我！不是的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一直都在骗我。你一直都没打针？不是。那是谁给你打的针？你说的大夫啊？你说的大夫呢？是骗我的。这些针眼都是你自己打的，对不对？秋儿，爸呀，替你和苗苗考虑呀，秋儿。你就只会嘴上替我们着想，你什么都不干。我掏心掏肺的为你付出，你呢？你就只会作死，你怎么能这么作死呢，爸？王秋，你干什么呢？王秋，你干什么呢？哥，你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？你爸病多重你不知道吗？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别说了，不好好说有用吗？他听过吗？踏实的钱我全都给他了，说的好好的，按时打针，可结果呢？你这些钱你到底留着你不花，你留着你要干什么用啊？爸真的不想你再浪费钱了，秋儿。可孝心是无价的，我还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我还带着苗苗回去给你收拾屋子，过来给你过生日。我好蠢了，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你太自私了。
你爸哪是死了？你知不知道？老三，你别说了，就是我自私，我就想他自己解脱，我没有考虑晚秋的感受。还没考虑到，你把墓地都卖，你说？对，买墓地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买墓地？爸，你什么意思？咱老家不是有墓地吗？我嫌那块墓地不够好，想换一块墓地改改风水，这样下辈子就不得这种破病。你嫌那个墓地不好？我爸生前你们不是商量好要葬在一起的吗？可我不想下辈子也这么倒霉。秋儿，那块墓地的风水特别的好。够了！孟满堂，你丧良心啊！我爸真是瞎了眼，咋看上你这种人？我爸真是瞎了眼，咋看上你这种人？你妈会理解我的。他不会理解你。我给你钱是让你治病的，结果你拿去买墓地，你不怕遭雷劈吗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不买那块墓地我心里不踏实呀。买墓地比活命都重要吗？我彻底看明白，我处处都替你考虑，但你只会替你自己考虑。从今往后，我没你这个爹，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管了。妈妈，你别生气。我秋，老三，你让他走，你让他走，你让他走。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要让婉秋误会你啊？你说啊，你把墓地都卖了，不就留点钱让他娘俩过好日子吗？孩子孝顺，要是不这样的话，他不会死心的，还得逼着我治疗。老三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再去找他。你这连这个一块儿给他。要给你自己给，我这就去找婉秋，我不会让他误会你。老三，老三，秋儿，爸活着让你遭了太多的罪，等爸走了，咱再也不遭罪了。婉秋，你等等。婉秋，你就误会你爸了。他现在简直是不可理喻的，他都不是自暴自弃，他是花治病的钱，他去买墓地，我还怎么管他？是买墓地，还是卖墓地？卖墓地什么意思？他说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把你给拖垮了，想最后再给你留笔钱，他就把自己的坟给卖了，这钱是留给你的。坟给卖了，连骨灰都没了，还买墓地干什么？骨灰都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爸他参加了一个专项研究，把遗体给圈了，最后骨头都要做成标本，哪来的骨灰？是吧？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，这是老一辈最大的愿望。可连这都舍了，他也想跟你妈葬在一块儿，但是他更在意的是他死了之后，你跟苗苗该怎么守的。
妈妈，苗苗，让妈妈跟老爷好好说说话吧。啊？嗯。妈妈。掉下去，就解脱了。掉下去，就解脱了。掉下去，就解脱了。晚秋，原谅爸的不辞而别。枕头下面有10万块钱，这是爸唯一能给你做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老头翻白眼？没有。从我住院开始，你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你看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吗？他腿不好，他腿不好。看在眼里，心在滴血。爸也知道，没人想摊上我这种病鬼父亲。大婶，你看见我爸？下辈子你看见我爸了吗？住在这里。千万投个好胎，别当我这种废物的女儿了。没有爸的日子，你一定要过得越来越好。爸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错了，我不该这样。表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小雅，我爸不见了，他爸是要寻短见。什么？我刚才还看到他往人工湖去了。人工湖？再见了，晚秋！再见了，晚秋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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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终于醒了。爸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你那么疼我，
你怎么可能会这么自私呢？爸，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就算拼上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救你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大舅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照医生的说法，我断药那么多天，是不是该死了呀？不是的，刚才给你注射过药物了，还算及时。不过这药以后只能用来延缓病情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说了我要住特需病房，我不要住在这里。你看看，走吧妈，人家都给我说了，那特需病房环境好，设备也新。我这病啊，在哪里才能治好啊？哎呀妈，特需病房就是个单人间，一天要300块呢。我一个月在工地上才赚多少钱呢？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啊！你就是个不孝！我的娘啊！我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啊？这都属于正常现象，毕竟人都怕死了。但大舅是个例外，大舅宁愿豁出自己，也不舍得让女儿受委屈。我爸总是很为我考虑。秋儿，爸也要住特需病房。秋儿，爸也要住特需病房。爸以前呢，只为你着想，但如今爸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爸也得替自己考虑考虑。行了妈，不像我就不管您了。人护士都说了，特需病房就是住的舒服一点，其他的一模一样。你想想，咱家这经济条件，我穷的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呢。我不管了，老天爷呀！你睁开眼看看吧，我这儿子他不给我拿钱治病啊！您就在这住吧，妈，我不想跟您说了，我还得回工地干活去呢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呀！你得给我转到特需病房去呀！就是天儿，你可得给我转特需病房啊！爸现在不想死了，爸想把病治好。大舅，您这样想是对的，但是特需病房1个月比晚秋节2个月的工资还要高，咱没必要花那冤枉钱。你在这儿住着，不还要我照顾你吗？啊，是啊，你个外人掺和什么？让你花钱了？我再说，这钱省下来能落你头上？爸，小雅她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管他什么意思，钱没了你可以再挣，但是爸的命没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你到底给不给我转？转！我给你转还不行吗？我又没说不转啊，现在就给你转。这老头也真是的，那女儿就医就邪的，那日子过得有多苦，一眼都看到了啊！他怎么也不知道心疼一个孩子？这老头之前可心疼女儿了，宁愿自己寻死，也不愿意给女儿增添负担。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任性了？爸，这就是特需病房，环境真好，你住的舒服一点，也有利于病情恢复。心情好有什么用啊？我要的是把病治好。爸，治病也急不来呀。
你不急我急啊？难道你愿意看着我在这受罪？当然不想了，爸。但是治病咱得想办法。你看你这连着2天没打针，现在这针也是够延缓病情了。我这之前筹钱给您请专家做手术，你也都错过了。那你就去请啊！之前专家是过来做学术交流，手术费不高，但是特地去请的话，至少要100万。100万怎么了？没钱就去想办法。难道你们2个想看我在这儿等死？爸，你把我这条命卖了也不值100万啊！爸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大舅，现在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位专家的档期这都排到3年后了。3年后，那我坟头草都老高了吧？爸，二妮，你是嫌大舅给你添麻烦，想盼着大舅死是吗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疯了！小雅为了你的手术，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？这时候还得替一个外人说话，我看你们2个都没盼我好。既然这样，都滚啊！我这把老骨头死了，2位就清静了。爸，你小雅，爸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啊。心理学上来说，病人得了绝症，先是否认病情，然后抗拒治疗，最后他们会渴望奇迹出现。也许是之前的溺水让大舅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吧。我明天带苗苗来陪陪他。妈妈知道错了，老爷也不要不开心了。苗苗昨天考试考了第1名，这是老师送给苗苗的奖励。等苗苗拼完了送给你。爸，不喝水。苗苗，7点了，别玩了啊！妈妈送你上学。等一下。老爷，这是一爬很高的山，在寺庙里祈过福的，让他保佑你的病快快好起来。对，那个庙可灵了，医院治不了我的病，神仙佛祖可以。秀儿，带我去寺庙祈福。爸，寺庙祈福求的就是个心理安慰，咱这医生说了，你身体不好，得在医院休养啊。休养个屁！你不带我去，那就是盼着我死。行，送你去。我送完苗苗上学就送你去啊。我现在就要去。你孩子上学比我的命都重要吗？爸，又没说不送你去，你急什么呀？我送苗苗上学又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你孩子少上1天学死不了。爸，苗苗成绩很好，这刚考完全班第1，这课耽误了多可惜呀！再说咱家这条件也没钱给他请补习班。补不了就不补，现在求仙拜佛是最重要的事儿。求仙祈福都是封建迷信，对你的病一点用都没有。胡说八道！你就只替你女儿着想，根本就不考虑我的死活。我不让你去，就是在考虑你。爸，咱还没到病急乱投医的份上，没必要大老远跑去寺庙。再说了，你这身子骨也熬不住啊。不要废话，我现在就要去求佛祖保佑，立刻，马上。妈妈，生气对身体不好，你给苗苗请假吧，今天的课苗苗可以自己补。咱们一起去陪老爷上香拜佛，让佛祖保佑老爷的病快快好起来。
爸，哎呀，爸，你说你腿脚又不方便，你干嘛非要着急一个人走啊？是都说好了，我给苗苗老师打完电话，咱一块儿走。我这一回头，您人就不见了。我能不急吗？前面就是寺庙了，我病成这样，就盼着佛祖显灵了，1分钟我都不想等。除去业障，身心无恙。大姐啊，你这是在放生吗？对呀，鱼也是有生命的呀。放生啊，是最能体现慈悲的方式，积德消灾。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这鱼啊，让给我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儿子久病在床，这条鱼可是我从名山上求了好久才得来的。我还拿钱买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也得病了。医院那帮大夫啊，就知道让我等死。那你能出多少钱？爸，这人是自己找过来的，咱要不走吧？这有什么圈套？走什么走？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好吗？我没有。闭嘴！大姐，我真的很需要，你说多少钱？让给我。行吧，行吧。哎呦，好人有好报，我是看你腿脚不方便，这条鱼就10万块钱让给你吧。明日我再上山重新求一条。10万？你疯了吧？你把我们当傻子了？哎，你这个做女儿怎么这么不孝顺呀？这就是条鲤鱼，爸，10块钱顶天了。哎呦，你够了！这鱼，它能积德消灾，能治我的病，它就值10万了。回去拿钱买了。爸，你冷静点。10万，我这1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到10万啊。那怎么？钱重要还是我的命重要？这问题是他对你的病也没有用呀，爸。爸，这就是常见的骗钱套路。再说咱家什么情况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苗苗她书包坏了，我都不舍得给她买个新的。老爷，这条鲤鱼苗苗见过，咱们去菜市场买更便宜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娘俩都不想让我好啊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今天不把这条鱼买了，我就跳河里淹死。别冲动，爸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。买不买？不买。我买还不行吗？拿来吧。走。大姐啊，你正是替你儿子想办法呀。哎，你看我这样病是不是就能好了？你的病这么重，最好还是再点盏长明灯。什么长明灯？你都骗了我们10万了，还不够啊！哎呦，你撒开！人大姐那是为了我好，我做的越多，病好的越快。爸，咱不能再被骗了，咱真没钱了。哎，你个小姑娘瞎说什么呢？点长明灯给多少都行，看的是诚意。哦，那1分钱也行啊，随你心意。你看，我说没问题吧？赶紧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
在这里写下名字，放在灯台下，然后往功德箱内投入灯油钱，你就可以点长明灯了。妈妈，这样就可以治好老爷的病吗？不可以的，老爷他只是求个心理安慰。但是你放心，妈妈无论如何一定会坚持把老爷治下去的。大姐，这灯油钱有什么讲究？随你心意，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。好。爸，他开始圈钱了，咱不能越陷越深。爸，咱回家吧，好吗？咱回家。你懂什么？人家说的对，我捐的越多，帮助的人就越多，我的功德就越大。大姐，我捐10万。10万！爸，你醒醒吧，咱家是真没钱了。之前我想死，你假孝顺拦着，如今我想活了，要用点钱，你又开始跟我哭穷。我假孝顺？不是吗？掏钱呢？爸。咱全家一共加起来就是1000多块钱了，你看哪儿还有钱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之前又是收尸，又是卖坟，还有退的手术钱，怎么可能就这么点儿啊？溺水抢救就花了8万，后来转特需病房又花了3万，刚才又花了10万块钱买那条鱼。我不信，你一定还有钱！我发誓，咱家要是还有1分钱，我天打5雷轰！老爷，妈妈真的没钱了。刚才苗苗和妈妈一块取的钱，银行卡都取光了，才凑到的10万。哎呀，用点钱就知道哭穷。大姐，就这么点了。你要不要再问问你女儿？我这在做好事，别总拿我当骗子。我是他爹，我说了算。爸，你要是想让咱家全家都喝西北风，全家被饿死，你就看着他把这些钱都拿走吧。钱没了，你又不是不能挣。我的命没了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这些钱是留着给你打针用的呀，你把钱都给他了，你明天的针怎么办啊？你爸早说了，打针没有用啊，求佛去。你骗我爸的买命钱，你就妄造为基吗？哎呀，我不是骗子，我是帮你们的。你这个畜生！你给我散开！这是为了我好，你别无理取闹。大姐，别跟我这个不孝女一般见识。我现在可以点灯祈福了吧？破财如栽树，新城市浇水，想要开花结果，你还差诚心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之前我听人说，来这儿祈福的人得登上对面那座高山。对呀，就是那座山。但是你的腿……没关系，
我还听说那山上有999级台阶，来祈福的人要一步一叩，一路磕到山顶。我的腿不行，但是他可以代替我呀。只要我的女儿足够诚心，效果是一样的啊！爸，你清醒点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啊！闭嘴！你非要看到我希望破灭你才甘心吗？根本就不是希望。够了！从小到大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我供你吃喝，供你上学，临了了，我就是想活命，你都不愿意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哪不想让你活命了？爸，我把家里所有的钱全都掏光了，全都给你了，我没问题，我可以一个人一天去打5份工，我去赚钱，我到处去找人借。爸，我保证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，再听话，再回家。你就是嘴上说愿意，让你去爬个山你都不肯。我的腿脚不好，我爬不了，你又不去，谁去？让苗苗去吗？不行，只要老爷病能治好，苗苗可以去爬。苗苗，你滚！你还太小了，你可以去。那谁去？我去。好，我发誓，一步一磕，不许偷懒。我发誓，不一刻。我现在就去。姑娘，你是干嘛呀？这大热天是要中暑的呀？何止是中暑啊，这万一脱水了，容易有生命危险啊！我爸他腿脚不好，我要替他上山祈福。祈福？这登山祈福是要走着上去的呀，你干嘛非要爬一层磕一次啊？我爸病很重，有人告诉他要一步一叩，一路磕上去，这样才算心诚，所以他死活都逼着我要磕。这不是胡说吗？我们老两口在这附近住了30年了，从没有听过有这种说法，是吧，老爷子？何止没听过呀，见都没见过。这是谁告诉你的？除去业障，身心无恙。我们在湖边碰到了一个大姐，她那个时候正要放生一条鱼。他有没有赚你的钱？是啊，她高价把鱼卖给了我父亲，还收了他油灯钱。哎呀，寺庙早都不收油灯钱了，都是免费的。你就是遇到骗子了。是遇到骗子了，但我还是得磕。姑娘，你明知道这是骗子，干嘛还非要往上爬呀？因为我爸相信那是真的，只要能让他积极配合治疗，我做一切都值。哎，姑娘啊，你听大妈说呀，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呀。你明知道这是骗人的，你就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的父亲，不然的话，他会越陷越深的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会拖垮你们全家的呀，姑娘。没有用。我说什么他都不会信。哎。
时间的天啊，走多远都记得回家。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放烟火，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，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老去的时光，听她把儿时慢慢讲，也祝你不忘少年样，也无惧那白发苍苍，若年华终将被遗忘，记得你是免费，这就是证据。他果然是骗子，我得赶紧拿回去，或者去揭穿他。爸，那个女人就是个骗子，院里面放生免费，她骗了咱整整10万块钱。啊，寺庙的鱼是免费的，我的鱼又不免费，这就是在狡辩，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。够了！别在这儿胡搅蛮缠了。人家愿意把鱼让给我们，我们应该感恩戴德才对。感恩戴德？爸，你知道我刚刚爬山的时候遇到2个老人，他们2个跟我说，这个山里面根本就没有一跪一叩的规矩。丁良造啊，你就这么不想我好吗？爸，你怎么连我的话都不信了？你陷得太深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救你。你就是不想救，只要听我的话，我的病就会好。你的话都是封建迷信，根本就没有用。你哭什么？啊？刚才上山的时候是不是一路在哭啊？心里这么大的怨气，刚才爬的都白费了。是给我重爬一遍。重爬一遍？爸，你知道我刚才爬那趟有多难吗？我膝盖跪紫了，额头跪青了，我到现在2条腿都还在抖，我怎么去爬第2遍啊？那也得去爬！你受这么点皮肉之苦，能有我的命重要吗？那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你的命是我给的，我给的！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现在就是测试你孝心的时候。你就不怕我死在山上吗？死不了，去吧。导演，妈妈已经没力气，不能再去爬了。那就让我在这儿等死吗？苗苗去吧。不行，苗苗，你太小了，外面很热，你出去会中暑的。妈妈去。
你中暑了，得赶快下山，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爸得了重病，必须替他一路上山祈福，我没得选。你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！我爸他魔怔了，他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我只能顺着他。我爸查出绝症后也是迷信，宁愿相信牛鬼蛇神，也不愿意去医院看病。我就像你这样顺着他，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失去理智，听人说我女儿克他，就偷偷瞒着我，把我的女儿偷走了。什么？这是我一辈子的痛，我到现在都没找到，你可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！我爸他不会这样的，等我替他祈完福，他一定会积极治疗的，他一定会积极治疗的。喝完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点灯了。苗苗呢？小心把灯点上！我把你喊什么？我让他去外面给我抄经了。有人给我抄经祈福，病好的快点儿！你疯了！外边这么大的太阳，你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抄经？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！爸，你油灯也点上了，咱回家吧。苗苗年纪还这么小，外面这么热，实在不适合在外面多待啊。你急什么？你孩子有我的命重要吗？大姐，这样我的病是不是就可以好了呀？那还得看你能不能抽到上签，抽到才意味着有福报。一定是我女儿的付出，老天都看到了。秋儿，帮爸抽个上签。爸，我也不能保证肯定能抽出来上签啊。只要你心里盼着我好，抽出来的一定是上签。没用的东西，为什么是上签？我也不能保证抽出什么签啊！我明白了，你心里一直盼着我死。我盼着你死，我拼尽全力给你治病，我把所有的钱全都花光了。我为了给你祈福，外面这么热的天，我顶着大太阳一步一磕给你磕了2遍，我尽力了，你看不到吗？尽力了就不会是上签。
这是什么？字怎么写的这么难看？干什么吧？苗苗被你吓到了。老爷让你替我做点事儿，你就这么敷衍？丑成这样是想害死我吗？怪不得抽不到上签呢，果然是有人克你啊！我明白了，我的病好不了，原来是这个孩子克我。你把他给我送走。爸，你疯了！苗苗是你的亲外孙女儿。我管他是谁，妨碍我活命就不行！把他给我送走。就为了你自己活命，居然要我送走我的亲闺女，没救了！你彻底疯了！我没疯，我没疯，我就是想活命，我有什么错？有什么错？你听好了，要么你把他送到孤儿院去，要么我跟你们断绝关系，你自己选。居然是我女儿克的，就偷偷瞒着我，把我的女儿偷走了。什么？这是我一辈子的痛，我到现在都没找到，你可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！你到底送不送他走？我死都不会送走我的亲女儿！呀！畜生，白眼狼！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滚！滚！滚！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死是活，我再也不管了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哎呀，没事吧？王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苗苗今天可能不能去学校了。我知道，不好意思啊。大姐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得了绝症，治不好了，但是我女儿孝顺啊，她不肯放弃我，我不能拖垮她呀，所以我想求你替我做场戏，我要逼到她对我恨之入骨。佛祖啊，这盏灯不是为我这个将死之人点的，而是为了我的女儿。保安就他原本应该幸福快乐的，却因为我这个没用的父亲，吃尽了人间的苦。求您保佑他往后余生越来越
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演这场戏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死以后，我要告诉我女儿真相。我希望在她心里，我永远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父亲。这样，她就不会因为我的死而愧疚了。我错，如果你听到了我为女儿的祷告，就让我出到上前吧。苗苗，跟老爷说句话。妈妈，你恨老爷吗？妈妈怎么会恨老爷？妈妈只有这一个爸爸。小时候，妈妈特别调皮，但老爷从来都没有怪过我。所以这次老爷做错了事情，妈妈也不会怪他，要关心他。妈妈，老爷在天上享福呢。去吧。爸，最后没有满足你的要求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对不对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但我觉得你这个女儿做到了。回想这些年，再苦再累，我心里总有一份爱在支撑着我。虽然最后结果不尽人意，但这就是人生，不是吗？爸，你之前说好要跟妈葬在一起的，我求人把墓地买回来了，这算是女儿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苗苗，起来给老爷鞠一躬。走吧。爸，我跟苗苗一定会幸福的，你放心吧。
是啊，我再也没有办法了。妈妈，我歌唱比赛拿了第1等奖。太好了！哎呦，真是妈妈的好闺女。我还得了奖金呢！我要买一个会摇头的风扇，这样风扇就可以吹到妈妈啦。好孩子，妈妈真不热，熬一熬，夏天很快就过去了。苗苗妈，苗苗在音乐上的天赋实在太惊人了，评委们都说呀，这孩子就是为舞台而生的。谢谢老师，苗苗自己也很努力的，为了能拿第1名，连发烧感冒都一直在练习唱歌，整整1年1天都没有休息过。付出就会有回报的。维也纳音乐学院想要破格录取苗苗。真的？这个是音乐方面的最高学府，苗苗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呢。苗苗，听见没有？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珍惜这次机会。苗苗一定会加倍努力，等苗苗出息了，一定要让妈妈过上好日子。苗苗能过上好日子，妈妈就知足了。苗苗是被破格录取的，学费全免，但留学期间的各种开销，您需要准备10万。10万！10万！是的，尽快交上吧，那边报名时间快要截止了。老师，我们家这种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一时半会儿实在是拿不出来这10万。可是维也纳学院那边也有很多备选生源，虽然他们都不如苗苗，但如果你不能及时交上钱的话，很可能这个名额就会被他们顶替掉。我不去了，妈妈挣钱太辛苦，咱们不要花那么多钱。苗苗，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，你有这方面的天赋，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会耽误你一辈子的。孩子，对不起，妈妈没用，拖累你了。才不会，苗苗唱歌就是让妈妈开心的，不开心的歌苗苗不唱。走吧，妈妈，去给你买风扇去。那老师，你先忙，我带苗苗回去了。当父母的成全不了孩子的人生，苗妈妈心里该有多难过呀！你好，老师，这里是10万块钱，就捐助给刚才那个孩子吧。你是谁？苗苗，你那么喜欢唱歌，那所学校不去真的没关系吗？妈妈接个电话。喂，老师。苗苗妈，有位好心人愿意资助你们10万，苗苗可以被录取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他是谁啊？他不想留名，他只把钱给交了。那他现在还在不在学校？我带着苗苗回去谢谢人家。他已经走了，不过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希望你带着孩子积极生活。好，那也祝他好人有好报。苗苗，你可以继续唱歌了，太好了！我想姥爷了，姥爷之前一直跟我说，希望妈妈能积极生活。妈妈也想姥爷了。苗苗，跟妈妈一起唱一首姥爷教你的歌，好不好？嗯。
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，采一朵送给我，小小的姑娘。把它别在你的发梢，捧在我心上，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。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，摘朵花瓣做翅膀，迎着风飞扬。如果有一天